西汉王朝是如何走向灭亡的？作为王室外戚中起点最低的王莽，又是如何篡位的？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西汉灭亡及王莽建立新朝。公元前1年，在位仅仅6年的汉哀帝刘欣驾崩，得知消息的王政君迅速地赶来未央宫，他部属王氏家族的子弟们控制朝堂，然后就去找传国玉玺。汉哀帝临终前，将传国玉玺交给了他的男宠大司马董贤。于是王政君就派王弘去威胁董贤，让他交出了传国玉玺。随后王政君就把董贤召来，问他准备如何安排汉哀帝的丧事。董贤不知所措，只能脱下帽子谢罪。王政君便说，王莽之前以大司马的身份处理过先帝的丧事，不如就让王莽去帮你吧。董贤连忙叩头谢恩。之后王政君召来王莽，让他指使大臣弹劾董贤，罪名是汉哀帝卧床生病的时候，董贤没有精心的侍奉皇帝，导致皇帝驾崩。然后禁止董贤出入大司马的府门。第二天，王莽又以太皇太后的名义给董贤下诏，让他交出大司马的印绶，并要求他罢官回家。董贤接到诏书的当天，就和妻子双双自杀了。之后董贤的父亲和弟弟被迁到了合浦，也就是今天广西省的浦北县，母亲则被送回故乡巨鹿，也就是今天河北邢台市的平乡县西南。董贤的家产也全部变卖，共卖了43万钱。处理完董贤，接着就是汉哀帝刘欣的其他亲人。赵飞燕和傅皇后被贬为庶人，让他们去看守自己丈夫的陵园。两人接诏的当天就一同自杀了。汉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和母亲丁姬已经去世，王莽上书说，他们安葬的礼仪不合礼制，需要重新安葬。朝中的大臣们为了迎合王政君的心思，都交纳钱帛或者派遣家人，结果来了10余万人，耗时20多天，掘平了傅太后和丁姬的坟冢。随后傅氏和丁氏两家的外戚也迅速地被铲除。至此，王室外戚再次崛起，无人能敌。王政君下诏让大臣们推举大司马的人选，大臣们都明白意思，纷纷地举荐王莽，于是王莽便再次出任大司马之职。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要迎立新的皇帝了。王莽为了能控制朝政，肯定不能找年龄较大的君主，于是当年7月，他迎来了年仅9岁的中山王刘戡，9月初1登基为帝，即汉平帝。汉平帝年幼，由太皇太后王政君垂帘听政，大司马王莽操持国政。之后大臣们给王政君上奏，表示王莽的功绩与霍光是一样的，享受的封赏也应该和霍光相等。王莽得知后坚决推辞，而大臣们还不断地向太后建议，王莽则再三推辞。几轮过去后，王莽勉强地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封给他的28000户食邑，他是坚决不肯接受。大臣们对得起王莽，王莽也要对得起大臣们。他向王政君建议，加大对诸侯王、功臣后裔以及在职官员们的封赏，并增加宗庙的礼乐，提高百姓和鳏寡老人的待遇，推行对平民和士大夫的恩惠政策。此举再次博得了朝野上下的好感。他还建议让太后带头过简朴的生活，自己贡献100万钱，30顷田，救济民众，百官群起效仿。公元2年，全国大旱，并且遭受蝗灾，受灾最严重的是青州，百姓四处流亡。在王莽的带头下，230多名官员和富商献出了自己的土地和住宅救济灾民，并在长安城为灾民建了1000套住宅。灾情过后，就有大臣上书赞颂王莽的功德，说他可与古代的圣人相比。公元3年，王莽决定将自己的女儿立为皇后。可汉平帝大婚，王莽却禁止他的母亲卫姬前来长安，卫姬思念儿子，日夜哭泣。王莽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汉平帝的外戚入朝对他的擅权造成障碍，于是他勒令汉平帝的母亲卫姬、舅舅卫宝和卫玄只能留在中山国，不准进京。王莽的长子王宇担心等汉平帝长大后会怨恨报复，极力地反对此事，但王莽不听。于是王宇就与自己的老师吴章以及妻子的哥哥吕宽商议后，决定用迷信的方法让王莽改变主意。到了夜里，吕宽拿着血酒准备洒在王莽住宅的大门上，
想以此为意象劝说王莽。结果吕宽在撒血酒的时候被当场抓获，他们的密谋也就败露了。王莽得知后大怒，下令将自己的儿子王宇投入监狱，然后毒死。儿媳妇因为怀有身孕，王莽等他生下小孩后再将其杀害。这是王莽大义灭亲所除掉的第二个亲生儿子。然后他借此机会清除异己，包括魏氏外戚、汉元帝刘氏的妹妹敬武公主、汉文帝刘恒的九世孙刘立、王莽的堂兄王仁等数百人被杀。王莽还借此美化自己，以训诫子孙为名，作书8篇。接着就有人上奏，要求把王莽的这8篇文章分发到各地，让官吏和百姓们学习，并把他的8书列为和《孝经》一样的经典。同时还规定，各级官吏凡是能够背诵他写的8书，都可以优先升官。公元4年，王莽的长女王晏正式被册封为皇后。2年后，汉平帝在未央宫驾崩，年仅15岁，之后被葬于康陵。康陵位于今天咸阳市城北7.5公里，渭城区周陵乡的大寨村。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汉平帝是被王莽给毒死的。之后，王莽就要重新在宗族子弟里再选一个人来做皇帝，他当然不愿意迎立年长的君主，最后挑选的是年仅2岁的刘英。而且他并没有立刘英为皇帝，而是将他立为了皇太子。不多时，有人上报说，在武功县的井里挖出了一块白石，上面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让大臣去禀告王政君，王政君明白了王莽的意思，只能无奈地答应，让王莽代理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至此，他不是皇帝，但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刘氏宗族的强烈不满。首先站出来反对的是安众侯刘崇，他和封国宰相张绍密谋后，决定起兵造反。他们只带了100多人去攻打宛县，结果没过多久就以失败告终了。随后，东郡太守翟义拥立了刘病已的曾孙刘信为皇帝，起兵反抗王莽。起兵之前，他还联络了其他的刘姓宗族共举一旗，包括都尉刘宇、武平侯刘皇以及东平王刘匡等人。9月，翟义自称汉朝的大司马，正式起兵。当大军抵达山阳郡，也就是今天山东省金乡县附近的时候，反叛大军已有10余万人了。王莽惊慌失措，连忙召集群臣商议。他任命了7位将领率军去平叛翟义，同时又任命了3位将领，分别去镇守函谷关、武关和宛县。只要能守住这3个地方，叛军就无法进入关中，长安城就是安全的。然而，大军出发不久，关中也发生了叛乱。赵鹏和霍弘率领的反叛军迅速地拿下了长安城附近的23个县，正向长安城攻来。焦头烂额的王莽只能派魏魏和大鸿胪率兵出城去迎击赵鹏的叛军，同时让骑都尉驻防长安城的北门，城门校尉驻守长安城的南门。王莽则抱着3岁的皇太子刘英，率领百官，每天都跑到皇家的祖庙去祈祷。然而很快，前方就传来战报，汉朝大军行进到陈留郡的时候，与翟义率领的反叛军遭遇，并一举击败了对方。翟义被捕后被五马分尸，刘信则逃亡而去，不知踪迹。随后，汉朝大军调转方向，向关中的赵鹏和霍弘的反叛军杀来，这支反叛军也迅速地瓦解了。就这样，短短的2个月，汉军就消灭了各地的反叛，各郡县又恢复了平静。如此顺利的平叛，让王莽自信了起来，更加坚定了他的篡汉之心。公元8年的11月25日，王莽来到汉高祖刘邦的庙前祭祀，然后举行了皇帝的加冕礼。12月1日，王莽正式接受了刘英的禅让，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长安，新朝建立。这一年，王莽54岁。随后，他就派王顺去向王政君索要传国玉玺。王政君怒骂道：“你们承蒙汉家之力，才能世代享受富贵，现在却要在托孤之时夺取江山，真是猪狗不如啊！既然你们认为是得了天命，成为了新皇帝，那就自己重新再做个玉玺，何必还要这亡国的玉玺呢？”说罢，痛哭流涕。王顺虽然也感到悲哀，但过了一阵，他还是诚恳地说道：“王莽肯定是要拿到传国玉玺的，
太皇太后你还能到死都不拿出来吗？王政君知道王莽是在威胁他，可也没有办法，只能将传国玉玺取出，恶狠狠地扔在了地面上。从此传国玉玺的翅就碎了一角。王顺赶紧去捡起，准备送给王莽。这时王政君又说，我已经老了，活不了多久了，可王氏家族有你们这样的兄弟，恐怕离灭族也不远了。至此西汉王朝正式灭亡。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开始，经过了文景之治、汉武大帝、昭宣之治，自从汉元帝刘氏即位后，皇权开始旁落，外戚专权则愈演愈烈，西汉王朝便逐渐走向了衰亡。西汉王朝一共传了12位皇帝，历时210年，最终走到了尽头。而中国历史则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新朝。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为什么有人说王莽是穿越回古代的现代人？他废除奴隶制度，禁止土地买卖，建立贷款制度，以公权力平衡物价等一系列的改革，真的是从现代学过去的吗？为什么他的改革不但没有解决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混乱？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穿越者王莽的改革内容。公元9年，54岁的王莽废掉孺子婴，篡汉称帝，改国号为新，新朝建立。紧接着他便开始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史称王莽改制。王莽信奉的是儒家思想，他认为天下只有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之前的礼制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因此他要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的治国理念。首先他改换了朝廷机构的名称，比如将大司农改名为西河，后来又改为纳言，将大理改为作事，太常改为至宗，大鸿胪改为典乐，少府改为共工等等。他还按照周制封了5等诸侯，共796人，附庸1511人。然而实际上很多人并没有实际得到封地，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接着他要更改地名，有些地名已经叫了上百年，大家都已经叫习惯了，但王莽必须要改成古名。然而他的改名是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的，想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同一个地方今天是这个名字，明天又换成了另一个名字，导致老百姓都搞不清楚自己住的地方到底应该叫什么名字，甚至连官吏都搞不清楚，国家下发到各地的公文必须在新地名的后面添加上大量的旧名注解才能送达。接着他进行了土地改革。西汉时期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于是豪强和贵族就大量囤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地主，导致有钱人的土地接连无边，没钱的人却无力追之地，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王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根据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推行了王田制。他将全国所有的土地都改为王田，私人不得买卖。这是把商鞅废井田、开阡陌的改革又给改了回去。王田制规定，一家之中有8口男丁的，可封给1井，也就是900亩耕地。如果男丁不足8口，而土地超过900亩的，则必须将多出来的部分分给宗族邻里之中没有土地的人。同时他将奴隶和婢女改称为私属，也不得自由买卖。然而他的这项制度严重地损害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了他们强烈的反对，有些地主和官僚甚至举兵反抗。汉徐亭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起兵，真定的地主豪强也在刘都的率领下举兵反莽。原来追随王莽的部分朝廷大臣也提出异议，朝野之上一片反对之声，使他的这项政策根本就无法推行下去。不但地主不满，连奴婢和农民也不满。原因是原本那些无地的农民还可以将自己卖身为奴，可现在奴隶不让自由买卖，而答应要封给他们的土地又封不到手上，最后是想当农民没有土地，想当奴隶又没人买，只能都变成了流民。就这样，公元11年，王莽只能被迫宣布取消王田和私属制度，实行了3年多的土地改革，宣告失败。他的这次土地改革不但没有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混乱。第三，他进行了货币改革。当时有一个名叫贡禹的大儒游说王莽，说货币就是祸害，
因为有了货币，才让人有了攀比之心，有了物质的欲望。上古3代没有货币，却天下太平，因此建议废除货币。另一个名叫施丹的大儒，则建议恢复到以前的以物易物，或者用贝壳代替货币。结合他们的建议，王莽开始了他的4次货币改革。西汉时期普遍使用的是5铢钱，他第一次的改革是在5铢钱之外增加了大钱、契刀和锉刀，规定一个大钱可以兑换50个5铢钱，一个契刀则兑换500个，一个锉刀兑换5000个。但是一个大钱的分量只相当于2.5个5铢钱，因此他是要拿着这个相当于2.5个5铢钱的大钱，要跟民众换回50个5铢钱。民众当然不愿意，于是王莽就进行第2次改革。这次他将契刀和锉刀作废，同时连5铢钱也给作废了，发明了一种1铢的小钱。这样在市场上流通的是重为1铢的小钱和重为12铢的大钱。可问题是，大钱和小钱的分量比是12比1，而价值却是50比1。于是聪明的民众就纷纷地把小钱熔铸成大钱，导致市场上只有大钱而没有小钱。王莽发现这样不行，只能将大钱和小钱都作废，又新发明了6类货币，分别叫钱货、金货、银货、龟货、贝货、布货。材料分别是金、银、铜、龟壳、贝壳、布匹。6种货币又被王莽分为28个品级，不同货币和不同品级之间又规定了不同的换算比例。一方面，在这些币种中，像龟币和贝币这些古老的货币，早在几百年前就不再使用了，民众根本接受不了。另一方面，货币的种类繁多，换算复杂，普通民众根本就算不清楚，流通非常不便，所以人们仍然在暗地里使用着5铢钱。为了推行新的币制，王莽采取强制措施，下令严禁私自铸币，甚至只要发现民间藏有铜和碳者，就被指控为私铸货币，发现1家盗铸的，5家跟着连坐。可即使这样，也无法使新货币顺利流通。1年后，王莽被迫废除了这28种货币，换成了货权和货布。货权重5铢，货布重25铢，应该是相差5倍。然而他却规定1货布可兑换25货权，成为了25倍。货币价值比例的不合理，导致这次货币制度更加的混乱，使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立。米价更是高达每担1万钱，甚至1斤黄金只能换5升豆子。在此期间，物价飞涨，社会经济十分混乱，黎民百姓深受其害。第4，他建立贷款制度以及平衡物价的政策。为了平衡物价，王莽在长安、洛阳、邯郸、宛城、临淄、成都分别设立了5军司事和前府官。5军司事负责在每年的2月、5月、8月、11月对物价做出评估并公布。当商品的销售价格高于官府公布的价格时，官府可按照标准价格出售商品，促使市场价格回归到标准价格。当商品价格低于官府标准价格时，人民可以自由买卖。然而，在标准定价的过程中，却给官商勾结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最后的结果是，不但没有达到平抑物价、促进民生的初衷，而且这些民财还没有进入国库，大多都进入了私人的腰包。王莽还推行了一项贷款政策，民众要是缺钱，可以向官府申请贷款，如果是因为婚丧嫁娶，则不收取利息，除此之外，每月的利息是3%。然而还是同样的问题，王莽的初衷是好的，可具体执行起来就变样了。本来是婚丧嫁娶的贷款，却被地方官收取了利息；本来不需要贷款的，地方官为了完成指标，强制要求贷款，最终导致民众雪上加霜。纵观王莽以上的改革内容，即使是20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也并不陌生，因为这些政策里的很大一部分，我们也是近代才开始实行的。于是有人就给王莽戴了一顶高帽子，说他所实施的政治理想是王莽式的社会主义改革，这也就成为了王莽是现代人穿越回去的佐证。事实上，如果硬要说他是穿越者，也不应该是从现代穿越到过去，而应该是从西周穿越过来的。不管怎样，他的这一系列改革，土地改革得罪了贵族和地主，奴隶改革得罪了没有出路的农民，货币改革得罪了市民，
对经济的干预又得罪了大批的商人，妥妥的成为了全民的公敌。当改革推行不下去的时候，他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来强制执行，使诸侯、公卿以及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到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最后，由于改革不切合实际，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廷的朝令夕改，使百姓和官吏都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贵族以及平民的不满，各地纷纷起来反抗，为新朝的最后灭亡埋下了隐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按理说，王莽的新朝刚刚建立，应该积极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处理好关系，特别是匈奴。然而，王莽对待匈奴的策略却极为奇葩，与其他附庸国的相处也如同儿戏。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匈奴与新朝反目，王莽出兵匈奴。公元9年秋天，王莽派出6名使者前往匈奴，一方面是宣布新朝已经取代了汉朝，另一方面是收回汉朝颁发给匈奴单于的旧印，换上新朝颁发的新印。匈奴和汉朝打了200多年的仗，直到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昭君出塞，才换来了50多年的和平。此时，匈奴已经归附中原，成为了中原王朝的附庸国。汉朝将匈奴的单于封为王，并颁发给他们印绶。王莽称帝后，对匈奴也要进行改革。他认为汉朝的封爵只有王和侯2级是很不合理的，要恢复到西周时期的5级爵位制，即公、侯、伯、子、男。因此，王莽下诏，按照周朝的封爵制度，将汉朝的诸侯王改为伯爵，而匈奴等附属国的国君则通通改为侯爵。之前，汉朝给匈奴单于的印上刻的是匈奴单于玺，而王莽颁给匈奴单于的印上，则刻的是匈奴单于章。虽然只有1字之差，可意义却大不相同。这样的结果其实是降低了匈奴单于的身份。汉朝使者来到匈奴后，匈奴单于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招待使者。在宴会上，使者趁单于喝醉的时候，让单于交出旧印，给换上了新印。宴会结束后，使者回到住所，内心忐忑不安。他们担心单于发现印信不对后，不肯善罢甘休，再派人来要回旧印。于是他们商议后决定，将旧印当场给砸碎，即使单于来要，也要不到了。第二天早上，单于醒来后，果然发现了印信的猫腻，马上派人来要回汉朝的旧印。当他得知旧印已毁后，非常的气愤。于是他修书一封，让汉朝使者带给王莽，希望王莽能批准他继续使用旧印。就这样，汉朝使者完成任务，回到了长安。王莽对他们的做法非常满意，下诏对他们进行了奖赏。或许王莽认为他已经搞定了匈奴，可事实上，因为这次印章的事件，新朝和匈奴的和平关系再次走到了尽头。之前，汉朝对匈奴的要求是，有4种人匈奴不得接纳，分别是汉人、乌孙人、乌桓人，以及汉朝给予封爵了的西域诸国人。此事过后，乌桓人见汉朝对匈奴降了级，便不再给匈奴进贡。匈奴多次派人催交，乌桓人依然不可进贡，于是匈奴便派兵攻入乌桓，并将国王及高官都绑回了匈奴扣押。新朝出面协调，让匈奴人将乌桓王给送回去，匈奴表面上答应了，可其实他们派了1万名骑兵，以护送乌桓的俘虏为名，在朔方郡的边塞外开始构筑工事，新朝和匈奴的战争也就一触即发了。再来看西域诸国，王莽派使者前往西域，结果西域诸国也不再忠于新朝，居师国有一支2000多人的部队背叛新朝，逃往了匈奴，结果匈奴竟然全部都给接收了。接着，驻扎在西域的4个新朝高级将领杀死校尉后，率领2000人也逃入了匈奴，匈奴也全都给接收了。然后，匈奴就趁机进入西域，打算彻底切断新朝与西域诸国的联系。至此，由印绶更换所引发的矛盾就彻底无法调和了。公元9年12月，王莽下诏准备征伐匈奴。他派将军孙建率领12位将领，分6路挺进匈奴。其中，诸河兵团和讨会兵团出渔阳郡，镇武兵团和平敌兵团出代郡，雁南兵团和镇敌兵团出云中郡，武威兵团和虎贲兵团出五原郡，
湘威兵团和镇远兵团出西河郡，奋武兵团和定湖兵团出张掖郡，共计30万人。为了保障后勤，他从长江及淮河流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输送棉衣、武器、粮食、马草等物资，并且他让已经到达的先头部队暂时驻扎，等候后进的部队，等到所有部队都集合完毕，方可开战。战争胜利后，他计划将匈奴分成15个小国，扶持新的傀儡单于。然而，如此壮观的战争部署以及美好的设想，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却让人啼笑皆非。直到公元11年，经过了1年多的调度，大军竟然还没有集结完毕。提前到达边塞的将士们已经无所事事地等待了1年多，而后面的部队却还在陆续地往来赶着，战争也就一直没有开打。在此期间，他派人携带重金前往云中郡，去引诱匈奴人。最终，呼韩邪单于的3个儿子被王莽收买，来到了长安。接着，王莽就对外宣布，将呼韩邪单于的2个儿子，一个封为孝单于，一个封为顺单于。消息一出，乌珠刘若低单于更加的气愤，立即派出铁骑向云中郡发起攻击，砍杀了众多的边塞官吏和百姓。接着，他又命令左右都尉以及各路骑兵对新朝的所有边塞一起发起攻击，斩杀了雁门郡太守和朔方郡太守，汉朝百姓死伤无数，无数畜牧被匈奴兵抢走。然而，面对匈奴兵的疯狂袭击，新朝的军队却一动不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匈奴人烧杀抢掠。只因王莽曾下令，大军没有集结完毕之前，任何人不许出战。驻守渔阳郡的严尤给王莽上书，请求率军深入匈奴腹地，狠狠地打击匈奴，却没有等来王莽的答复。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汇集到边塞的部队越来越多，导致边塞的粮食压力也越来越大。士兵们吃不饱，就开始无事生非，骚扰边塞的边民，边民忍受不了，纷纷逃亡。与此同时，后方各郡的百姓也苦不堪言，为了供应前方将士们的粮草和兵员，各郡都在抓壮丁、催粮税。交不出税的人越来越多，被逼无奈之下，很多穷苦的百姓只能跑到山上安营扎寨，当起了强盗。更让王莽想不到的是，他亲自封的孝单于竟然还给逃跑了。王莽得知后非常气愤，将孝单于的儿子推出去给斩了。这时，坏消息不断地传来，西南夷也因为不满王莽降低了他们的爵位，起兵造反。高句丽本来就对王莽给他们改名为夏勾离而不满，后来王莽还征召他们去攻打匈奴，于是高句丽也起兵造反了。最后，连西域诸国也都反了。至此，1年多的时间里，王莽和匈奴还没正式开战呢，就已经内失民心，外无盟友了。汉朝200多年打下的辉煌邦交，就此毁在了王莽的手里。严尤将军再次上书劝告，可王莽依然不听。正在这时，匈奴却派出使者想和新朝和亲。提出和亲的单于，并不是乌珠刘若低单于，而是刚刚逃回去的孝单于。原来，孝单于逃回后不久，乌珠刘若低单于就去世了。于是，孝单于便在右谷都侯的支持下继承了匈奴的大单于。右谷都侯是王昭君的大女婿，他和孝单于做了一笔交易。他支持孝单于的前提是，孝单于必须跟新朝和亲。这对于王莽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如果和亲成功，就不用再和匈奴开战了。然而，当匈奴使者告诉王莽，和亲的前提是新朝要将孝单于的儿子送回匈奴，可他的儿子早已被王莽给砍了。于是王莽决定，趁孝单于还不知道他儿子已经被杀之前，快速地签订和亲协议。于是他一面派使者前往匈奴谈判，一面想办法拖住匈奴的使者，不让他们回国报信。就这样，新朝与匈奴终于签订了和亲协议，王莽下令撤军。之后，匈奴的使者也回到了匈奴，孝单于便知道自己被王莽给骗了，自己的儿子也早就被王莽给杀了。可此时也没办法再动兵戈，只能暂时咽下了这口气。就这样，匈奴的这场风波终于是被王莽给应付过去了。可此时各地民变四起，王莽又会用什么办法来应对呢？我们下期再讲。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
新朝为什么才短短的10几年就爆发了天下大乱？绿林军和赤眉军分别是在哪里起义的？刘秀又是如何走上起义的道路？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绿林军与赤眉军起义及刘秀和刘演举兵。王莽登基后推行的一系列新政，不仅没有解决西汉末年的土地兼并问题，而且使社会更加的混乱，经济也全面崩溃。米价从汉文帝时期的每担数十钱涨到了2000钱。随后，他又兴师动众地讨伐匈奴，使百姓的赋税和徭役更加的难以承受。公元11年，黄河在今天河北省大名县的西南决口冲进了洛川故道，然后冲向河南南乐、山东朝城、阳谷、聊城，在禹城附近脱离了洛川北行，经过山东的临沂和惠民等地，从利津一带注入了大海。这是黄河6次大规模改道的第2次。所到之处，田地被毁，房屋倒塌，百姓生活流离失所，难民无数。然而，此次黄河决口却正好避开了王室的祖坟。王莽家的祖坟位于魏郡的元城县，也就是今天的大名县。于是，王莽任其决堤，没有积极的组织人前去治理。结果是，大批的农民无法生计，大量的难民得不到安置，没有活路的百姓只能铤而走险，纷纷揭竿而起。公元15年，五原郡和代郡的数千人起兵造反。公元17年，瓜田仪在会稽郡，也就是今天江苏苏州一带率众起义。同年，琅琊郡的海曲，也就是今天山东省日照市的妇女吕母，为了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率众攻破县城，处死县宰，自称为将军，其势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吕母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的女性首领。公元18年，东海郡，也就是今天山东省郯城附近，厉子都率众起义。同年，北方出现了数十支起义军，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铜马部、青毒部、上江部、城头子路部等。南方，张霸和秦风在南郡，也就是今天湖北省江陵东北起义；杨牧在江夏，也就是今天湖北省云梦起义；王周公在庐江，也就是今天安徽省的庐江西南起义。这些起义军少则数千人，多则数万人，其中势力最大的2支起义军则分别是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赤眉军是琅琊人樊崇在山东莒县率领100余人起义，随后只在几年之间就发展到了数万人。他们以泰山为大本营，打击官府，抢粮救灾。为了区别于新朝的军队，他们将眉毛染红，因此被称为赤眉军。绿林军是湖北省荆山市三阳镇的王凤和王匡领导的，因为他们隐蔽在荆山市的绿林山中，因此被称为绿林军。公元22年，在绿林山中爆发了瘟疫，绿林军不得已只能走出山林，分成了2支队伍，一支由王常和程丹等人率领，向西进入南郡，也就是今天湖北省荆州一带，被称为下江兵；另一支由王凤和王匡等人率领，向北进入南阳郡，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南阳市，被称为新士兵。新士兵攻入随县时，平林人陈穆和廖湛率众响应，于是绿林军中又增添了一支队伍，被称为平林兵。这时，刘演和刘秀兄弟也拉起一支队伍，被称为冲林军。他们与其他起义军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是汉朝的宗室子弟。刘秀和刘演是汉高祖刘邦的90孙，出自汉景帝的儿子长沙王刘发这一脉。到他们的父亲刘钦这一辈，只做了个南顿县令的小官。公元前5年，刘秀出生在陈留郡的济阳县，他共有兄妹6人，大哥刘演，二哥刘仲，大姐刘皇，还有二姐刘元以及小妹刘伯姬。公元3年，刘金在做南顿县县令的时候因病去世，年仅9岁的刘秀和兄妹都成为了孤儿。无依无靠之下，远在南阳郡蔡阳县的叔父刘良将刘秀接过去抚养，从此刘秀就成为了一名平民。公元14年，刘秀前往长安，进入了太学，他跟随大儒许紫薇学习尚书，在此期间，他还结识了邓禹和朱佑等人。公元19年，刘秀返回了家乡冲陵。此时，各地豪强纷纷起义，他的大哥刘演广结天下豪杰，也准备趁乱起兵。
公元22年，刘演手下的宾客抢劫，被官府追查，刘秀也受到牵连，前往新野的二姐家躲避。为了生存，刘秀以贩卖谷子为生。有一次，他贩卖谷子来到宛县的时候，一个名叫李毅的人请刘秀赴宴。李毅的家族是南阳的豪强望族，他听说了当时流传的图谶是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于是他觉得刘秀是刘氏宗亲，而他刚好姓李，那么这个图谶所说的不就是他们两人吗？于是他便打算联合刘秀一同起事。刘秀也觉得天下已经大乱，百姓难以生存，深思熟虑后便同意了李毅的提议。这一年刘秀28岁，他们把起义的地点定在了冲陵。冲陵是刘秀的老家，最早之前的冲陵在湖南省的宁远县，后来改到了南阳郡的白水乡，也就是今天湖北省的枣阳市南。刘秀的大哥刘演早就准备在冲陵起事了，于是他们便一同招兵买马，计划在立秋的当天，各郡都要检阅民兵之际，率兵起义。很快他们就召集到了7、8千人。然而还没等到立秋，他们起事的消息就被泄露了，李氏在长安和宛城的族人都被官兵捕杀，几乎被灭门。逃过灭门之难的李毅，还是与刘演和刘秀在冲陵正式起兵了。但是刘演认为，仅靠他们这几千人是成不了气候的，也很难抵挡住新朝的大军，不如去投靠其他规模较大的起义军。众人同意后，刘演便派人去游说新士兵的王凤及平林兵的陈穆，希望能和他们联合。王凤和陈穆很快就同意了他的建议，并做出了具体的作战部署。他们计划3支队伍在唐子乡，也就是今天湖北省枣阳市集合，一起进攻唐子乡。取胜后进攻湖阳县和吉阳县，最后便是南阳郡的治所宛县。于是刘演便率兵从冲陵出发，与其他2支队伍会合，联合起来攻下了唐子乡。之后大军便开始进攻湖阳县。湖阳县的治所在今天河南省唐河县的湖阳镇，他们又顺利地攻下了湖阳县，并斩杀了湖阳县的县尉。正在高歌猛进的时候，3路大军却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发生了内讧。最后在刘秀的劝说下，刘演才同意将抢来的财物分给新士兵和平林兵一部分，3方的矛盾才得以解除，再次联合起来进攻吉阳。吉阳县的治所在今天河南省新野县前高庙乡的张楼村。很快他们就将吉阳城攻破，接着便是南阳郡的治所宛县。一路势如破竹，起义军觉得新朝大军也没什么战斗力，认为拿下宛城也并不是件难事。于是起义军便冒着大雾天气向宛城方向进军。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南阳太守甄宓和郡尉梁丘赐率领着10万大军已经埋伏在了小长安郡，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小长安郡在今天南阳市的南瓦店镇。当他们来到小长安郡时，新朝大军在大雾的掩护下突然发起冲锋，起义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四下逃命。见败局已定，刘秀也骑马逃走。在逃跑的途中，他遇到了妹妹刘伯姬，赶紧将她拉上马，继续逃跑。没多久，又看到了姐姐刘元以及她的3个孩子。刘秀让姐姐上马，但刘元拒绝了，他让刘秀带着妹妹赶紧跑，要不然等追兵来了，一个都活不成。刘秀无奈，只能带着妹妹狂飙而去。最终，姐姐刘元和她的3个孩子以及2哥刘仲都在这场战役中丧命了。刘演则将打散的起义兵再度集结起来，退到了吉阳。可还没等他们站稳脚跟，甄宓就率领着10万大军渡过新野境内的黄纯水，向他们追来。而且甄宓渡过黄纯水后，便将上面所有的桥梁全部破坏，切断了自己的退路，目的就是学韩信的背水一战和项羽的破釜沉舟，打算彻底的消灭这支起义军。至此，起义军再次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正在这时，下江兵的王常率领着5000人来到了宜丘郡，也就是今天河南省唐河县的东南。刘演便带着刘秀和李通去说服王常联合起来抵抗新朝大军。王常认为现在百姓思汉，所以豪杰并起，天下都想恢复汉室，而刘演就是汉室后裔，于是与属下商议后决定投奔刘演。
随着王朝的到来，新士兵以及平林兵都士气大振。刘演分析认为，甄宓采用背水一战的战术是力求决战，所以不能与其正面交战，只能采取智取。甄宓率军追击的时候，将所有的辎重都留在了兰乡，也就是今天河南省新野县东边。于是刘演打算去偷袭甄宓的辎重，只要他们辎重被抢，则军心必乱。公元22年12月30日，刘演秘密地派出一支队伍前往兰乡，于夜里发动突然袭击，缴获了甄宓的所有辎重。公元23年正月初一，按照汉朝的规矩，春天是万物复苏之时，不宜用兵，可刘演却要在这一天向甄宓发起总攻。甄宓没想到刘演会在这一天出兵，被打得措手不及，新朝大军大败。最终，南阳太守甄宓和郡尉梁丘赐一同被斩杀，2万多新朝大军战死。至此，刘演终于稳定了战局。那么接下来他们又会面临哪些困局？昆阳之战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期再讲。昆阳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之一，它不仅导致了新莽王朝的覆灭，也标志着更始政权的确立。顾炎武曾称赞昆阳之战中的刘秀一战摧大敌，顿使和与平。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秀一战成名之昆阳之战。刘演率领联军在吉阳城大败了甄宓后不久，严尤和陈茂又率领大军进驻了宛县，之后便来到了距离宛县30公里外的豫阳。刘演闻讯后，率领大军前去应战，新莽军战败，严尤只好又率领大军撤回宛城，刘演便顺势挺进宛城。此时，绿林军的兵力已达到了10几万人，势力在逐渐的壮大。但这是一支由新士兵、平林兵、下江兵以及冲灵军组成的联军，既然要联合在一起，就必须推举一个人来统一领导。之前的大战都是由刘演指挥的，而且刘演又是刘氏宗亲，所以包括下江兵的头领王常等在内的多数人都认为应该推举刘演。可新士兵的王凤和平林兵的陈穆却觉得刘演太过强悍，不好控制，等联军逐步壮大后，他们很有可能就会被边缘化，于是决定推举另一个刘姓宗亲刘玄。刘玄也是汉景帝刘启之子，长沙王刘发的后代，是刘演和刘秀的族兄。他很早之前就加入了平林兵，并担任陈穆手下的安吉院，后来又被封为更始将军。他势单力薄，而且懦弱无能，所以王凤和陈穆觉得他比较容易控制，于是就推举了他。其他人虽有不满，但由于新士兵和平林兵的势力强大，也就只能屈服认可了。公元23年2月1日，刘玄在玉水，也就是今天的白河河畔，举行了登基大典，即皇帝位，史称更始帝。新士兵的王凤被封为成国上公，王匡为定国上公。平林兵的陈穆为大司空，下江兵的王常为廷尉，冲灵军的刘演为大司徒，刘秀为太常偏将军。至此，新莽时期的第一个义军政权建立。此举极大地震动了新莽朝廷，而且王莽意识到刘玄的下一个目标必然是宛县。宛县既是南阳郡的首府，又是通往长安的战略要道。更重要的是，当年汉高祖刘邦就是从宛县出发，通过武关进入咸阳，推翻了秦朝。于是王莽立即派大司空王毅和大司徒王询率领大军前去平叛。此次出兵的阵容可以说是从汉高祖刘邦开国以来都不曾有过的盛况。王莽征调了精通63家兵法的人充当军中的参谋，任用巨无霸为垒尉，负责构筑营垒，将老虎、豹子、犀牛、大象等凶猛野兽圈养起来，随军出征，以便在作战的时候放出来震撼敌人。让各郡挑选精兵，由郡守和牧守亲自率领前往洛阳集合，最后到达洛阳的兵力达42万之多，号称100万。军队集合后，便开始向颍川方向开进。到达颍川后，又会合了严尤和陈茂的部队，随即便向昆阳挺进，大军逶迤千里，粮草辎重络绎不绝。5月，大军抵达昆阳城，即今天的河南省叶县。此时，严尤建议王毅，大军应该直扑宛县，不要在这个既坚固又不能影响大局的小城上浪费时间，只要打败了围攻宛城的义军，昆阳城便不攻自破了。
王毅却说，我统帅100万大军路过敌人的城池，怎能在没有攻破的情况下就绕道而过呢？我要杀进城中的军民，让全军踏着他们的鲜血前进，岂不快哉？此时昆阳城里只有不足1万人，而要面对的则是王毅的40多万大军。绿林军其他的队伍，除了有10几万主力在刘演的率领下正在围攻宛县，另外的2支则分别在定远城和定陵。昆阳城内的将领是新士兵的首领王凤和下江兵的首领王长。他们召集属下商议，将士们都惊慌失措，他们不仅担忧自己的安危，而且很多人的妻子和儿女也在昆阳城内，于是大家都建议弃城逃跑。最后王凤下令，将领们各自率领手下士兵分路撤退。这时一直默默无闻的刘秀却告诉大家，现在敌众我寡，粮草不足，如果我们合力抵抗，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如果大家各自撤退，不但跑不出去，连刘演在宛县的主力也将不保。昆阳一旦失守，不出1天，各部也将被各个歼灭。都到了如此境况，我们竟然还不能同心协力，存亡与共，反而是贪生怕死，就只顾着自己的妻子和财物吗？众人好奇地看着刘秀，怒骂道：“你有什么资格，竟然还教训起我们来了？”刘秀无奈地笑了笑，便站起来准备离去。正在这时，侦察兵来报，王寻的大军即将到达城北，大军连延100里，见头不见尾。这下众人都傻眼了，撤退已经是来不及了。这时众人才想起了刘秀，虽然王凤等人向来看不起刘秀，但现在情况危急，再次商议后，决定试着采用刘秀的破敌之策。刘秀让王凤和王长率领众将坚守昆阳城，他自己则带了13个人，趁着夜色从昆阳城的南门出城，去调集附近的部队增援。天亮后，王毅下令开始攻城，几十万大军开始出动，有使用冲车和篷车，负责攻城的，有负责挖地道的，有负责用机弩向城内射箭的。一时间喊杀声四起，击鼓声10几里之外的人都能听得到。不多时，守城的将士们就坚持不住了，王凤只能向王毅传话，祈求投降。然而没想到王毅却不接受王凤的投降，他一心想着等城破后就开始屠城，但是如果他接受了投降，就无法屠城了，而且破城已经是指日可待了，何必还要接受他们的投降呢？可他没想到的是，守军在得知投降已经无望，逃跑也没有可能的情况下，那就只能拼死坚守了。于是守城的将士们变得更加的顽强和视死如归，与新莽大军展开了生死搏杀。此时严尤看出了问题，他再次给王毅建议说，兵法有云，为师必却，所以不能把昆阳城围死，应该留出一面缺口，这样守军就会无心恋战，总想着逃跑，抵抗就不会如此顽强了。然而王毅依然不听劝告，继续加紧攻城。就这样，昆阳城内的守军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新莽大军的强攻，昆阳城仍然屹立不倒。再来看刘秀，刘秀到达定陵和郾城等地，调集各地兵马时，将领们贪惜自己的财物，不愿意前往昆阳增援。刘秀说，如果我们能破敌，珍宝和财物能比现在多出1万倍，可如果我们战败，连脑袋都保不住了，还谈什么金银财宝呢？之后各营的将士们才跟着刘秀一起前往昆阳。此时刘演在宛城取得了胜利，宛城的守将岑彭等不来救兵，只能被迫投降了。消息还没传到昆阳，刘秀为了鼓舞士气，赶紧派人将宛城胜利以及绿林军的主力即将前来增援的消息传回昆阳城内，守军立刻士气高涨，守城也更加的坚定。6月初1，刘秀率领定陵和郾城的汉军到达昆阳附近，他亲自率领1000骑兵先行赶路，在距离王毅大军4、5里路的时候，他命令士兵停止前进，就地摆开阵势。刘秀知道，只要他布好阵，王毅就肯定会派人前来进攻。果然，王毅派了数千人前来迎战。刘秀亲自率领人马冲杀，一连斩杀了几十人。跟随他的将领们高兴地说，刘将军平时看到小股的敌人都会害怕，今天遇到大敌竟然如此勇猛，真是了不起。于是将士们士气大振，斩杀了新莽军近1000人。
刘秀则率军乘胜追击，竟然就杀到了昆阳城下。随后，他挑选了3000名壮士，带到昆阳城的西郊，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沿着护城河，一直杀到敌军的中央营垒。只要斩杀了王毅，敌军就必然溃散。王毅其实早就知道了刘秀的这支部队，但他并没有放在心上。随后，王毅和王寻2位主将亲自率领万余人前来迎战，而且他还下令，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准擅自出战。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两军交战后，他的万余精兵竟然抵挡不住刘秀的3000人，很快阵型就被冲垮，新莽军便开始后撤。而其他大军因为没有接到王毅的命令，不敢妄自出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毅和王寻战败。接着，乱军之中，大司徒王寻被当场砍杀，新莽军就更加的混乱了。此时，昆阳城上的守军见刘秀等人如此英勇，也打开城门，大喊着冲杀了过来。面对义军的两面夹击，新莽军迅速就土崩瓦解了，40万大军掉头就跑。兵败如山倒，溃败的士兵们急于逃命，相互推挤和踩踏，走者相腾剑，浮尸100余里。碰巧又遇上了暴风雨，大雨倾盆而下，河水开始暴涨。王毅军中的老虎和豹子等猛兽被吓得瑟瑟发抖，新莽军的士卒掉入水中淹死的就有万余人，至川被尸体堵塞，几乎要断流。王毅和严尤等人仅率领1000余残兵，踏着死尸渡河，才得以逃脱，回到了洛阳。就这样，40多万大军一溃千里，大败而归。而王莽穷其一生给大军配备的粮草辎重，则全都留给了绿林军。绿林军足足搬了1个多月都没有搬完，最后一狠心，一把大火把剩余的全都给烧了。当王莽得知昆阳惨败的消息后，异常的震惊，朝廷上下也为之惊恐。而刘秀则在此战中一战成名，逐渐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在昆阳之战和宛城之战中，刘秀和刘演都立下了赫赫战功，那么他们会获得应有的封赏吗？此战中，新莽军队损失惨重，王莽又会如何应对接下来的战争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演被谋杀，王莽惨死于建台。公元23年6月，王毅大军强攻昆阳城，数日不下。而宛城的守将岑彭由于等不来救兵，城中的粮草告急，甚至出现了人10人的惨状。最终，岑彭献城投降，刘演终于拿下了宛城。3天后，刘秀率领着郾城和定陵的援军，在昆阳城下大破王毅率领的40余万精兵，彻底打垮了新莽大军。通过这2场战役，彻底扭转了战局，不仅让更始政权站稳了脚跟，也让刘演和刘秀兄弟俩一战成名，赢得了超高的威望。然而，如此赫赫战功却并未让他们加官进爵，反而引起了刘玄、王凤、陈穆等人的忌惮，想要除掉刘演。昆阳之战后，更始帝刘玄下诏，让所有的将领都前往宛县，准备召开庆功大会。这场庆功会的主角，一个是打下了宛城的刘演，另一个便是救出了昆阳城的刘秀。可事实上，刘玄等人并不是真的要给他兄弟2人召开庆功会，而是早已密谋好，准备在庆功宴上以刘玄举起玉佩为号，让提前埋伏好的武士直接斩杀刘演。到达宛城后，刘秀就意识到情况有点不太对，于是他提醒刘演一定要警惕新士兵与平林兵。可刘演觉得他们向来如此，不仅爱占小便宜，还容易嫉妒，不必过于惊扰。就这样，宴会开始了。宴会上，刘演的舅舅樊洪无意中看到了刘玄藏在衣服里的半块玉，这不由让他想起了鸿门宴。当年项羽打算在鸿门宴上斩杀刘邦，范增的手里也同样拿着半块玉，于是樊洪异常的担心，随时观察着事态的发生。可最后的结果却和鸿门宴一样，刘玄也不知何故，举棋不定之下，最终并没有当场斩杀刘演，刘演总算是逃过了一劫。不久后，刘秀又提醒刘演要注意提防李毅。按理说，刘秀是被李毅说服后才和刘演一起起兵的，他们都属于冲灵军的阵营。可此时的李毅早已暗中投靠了刘玄，并且还给刘玄献上了一条毒计。于是刘玄就按照他的计谋下诏，将勇冠3军的刘季封为抗威将军。
刘季是冲灵军的将领，也是刘演的爱将。他接到刘玄给他的封赏后，当场就给拒绝了。然而，这正是刘玄想要的结果。刘玄立即以抗命为由，率领数千名士卒前往刘季的驻地，将其拿下，准备斩首。刘演得知后，并不知道这是个阴谋，就连忙跑过去找刘玄据理力争。结果，在李毅的鼓动下，刘玄便将刘演也给逮捕了。随后，他便将刘演和刘季一同给诛杀了。当时，刘秀正在阜城驻守，即今天的河南省宝丰县李庄乡西。噩耗传来后，刘秀痛心不已。然而接下来，他却做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他要返回宛县。众人连忙劝说：“你现在回到宛县，不就等同于去送死吗？”可刘秀却说：“事到如今，跑是跑不了了，反抗也没有胜算。所以，唯一的明智之举便是回到宛县请罪。”于是，他便从阜城回到了宛县。见到刘玄后，他不但不请邀昆阳之功，而且表示兄长犯上，自己也有过错，所以他不为刘演扶丧。而且在酒宴上，刘秀饮食和言笑如同平常，对于刘演的死没有表现出半点的悲伤和不满。刘玄见刘秀如此谦恭，反而有些自愧，因此不但没有给他治罪，还封他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不久后，刘秀在宛县迎娶了他思慕多年的殷丽华为妻。殷丽华出生于南阳郡新野县一个异常显赫的家族，殷家占有的土地达700余顷，车马和奴仆的规模可与分封的诸侯王相比。由于刘秀的二姐家也在新野，所以机缘巧合之下，刘秀便有机会接触到了殷丽华。殷家小姐的美貌给刘秀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他在长安求学的时候，看到了执金吾率军出行，盛大的场面也深深地震撼了刘秀。于是，身为太学生的刘秀不禁感叹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殷丽华。”可那时他还只是个平民，而殷丽华却是个富家千金，身份过于悬殊。可现在不同了，他已经被封为了武信侯，于是他便决定迎娶他的女神殷丽华。这一年，刘秀29岁，殷丽华19岁。新婚之后，刘秀和殷丽华仅仅相处了3个月，刘玄便下诏准备兵分2路，一路直扑武关，目标是挺进长安；另一路则是前往洛阳。刘秀只能将殷丽华送回新野的娘家，便跟随大军一起出征了。远在长安的王莽收到战报后，也立即做出了部署。他一面派王匡去防守洛阳，一面派兵增援武关。然而，武关的守将却直接打开了城门，让刘玄的大军畅通无阻地通过了武关，长安城便无险可守了。王莽又立即任命了9位将军，率领3万人前去迎敌，并且把这些将军们的妻儿都接到皇宫里当人质给扣押了起来。结果3万大军一触即溃，其中2位将军战败后自杀，2位跑回了长安城请罪，其余的则全都叛逃了。于是刘玄的大军便顺利地到达了长安城下，准备开始攻城。此时王莽已经无兵可调了，只能将城中的罪犯组织起来，分给他们武器，让他们出城抵抗。结果刚出城，这支罪犯兵就跑得一干二净了。王莽得知后，在王一等人的护卫下，躲在了建章宫太液池里的建台上。此时跟随他的公卿大夫、宦官、随从等还有1000余人。王毅率军防守城门，不多时部下就死伤殆尽了，不得已他也退到了建台。之后刘玄的大军便从宣平门攻入了长安城。这时王毅的儿子王穆想脱掉官服逃命，被王毅喝住，父子俩就一起守着王莽。随后刘玄的大军便攻入了建台。公元23年9月3日傍晚，跟随王莽的1000余人全部被杀，王莽也被杜吴杀死，校尉龚宾斩下了王莽的首级，数十名士卒分裂了王莽的尸体。后来王莽的头颅被历代的皇室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的时候，由于洛阳的武库失火，导致他的头颅被焚毁。至此新朝正式灭亡，只有一帝，国祚15年。9月底洛阳城也被攻陷，随后刘玄便准备迁都洛阳。他任命刘秀为行司隶校尉，负责修建宫殿、设立官员机构、安置居民以及恢复朝廷制度等工作。
刘秀不负使命，将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连曾经在汉朝为官的人都无不惊呼。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竟然还能再次见到汉朝的威仪。一切安排妥当后，刘玄被迎进了洛阳城。此时，刘玄虽然已经称帝了，但是以刘氏宗亲、自封为皇帝的起义军遍地都是，只有将这些起义军全部剿灭，他才能坐稳皇帝的宝座。此时最紧要的便是要拿下黄河以北的土地。这个重任他本来是要给到刘秀的，结果新士兵王凤的属下朱伟等人却坚决反对。他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刘秀在昆阳之战时大放异彩，之后建设洛阳城，刘秀又是首功，如果再让他拿下黄河以北的土地，那么功劳不就被刘秀一个人给占完了吗？可刘玄的堂兄刘赐却力挺刘秀，他给刘玄建议，如此重任非刘秀不可。最终刘玄听取了刘赐的建议，任命刘秀为行大司马事，北渡黄河，去拿下尚未归附的所有土地。那么刘秀北渡黄河后是否顺利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公元23年10月，刘秀被任命为行大司马事，北渡黄河。他只带了几名亲信及数千人前往，而此时的黄河以北，数万大军的势力遍地都是，而且各种势力还错综复杂。因此他此行并不是率军出征，而是以更始政权钦差大臣的身份去说服和拉拢北方各郡以及各股势力的。刘秀一边走一边考察民情，他废掉了很多王莽的弊政，恢复了西汉的制度，此举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各郡县纷纷归附。当他到达叶县，即今天河北省临漳县的时候，邓禹终于追上了刘秀。邓禹是南阳郡新野人，刘秀在长安游学的时候与他共同求学，并且交往甚密。他得知刘秀北渡黄河后，便从南阳跑过来追随。他对刘秀说，刘玄手下的将领皆为庸人，他们志在发财，没有深谋远虑。为今之计，不如延揽四方英雄，建立汉高祖之伟业，以民工的德才，是足以平定天下的。刘秀听后非常高兴，从此之后便让他留在帐中，共同商议大事。随后他们进入了邯郸城。这时一个名叫耿纯的人求见刘秀，他见刘秀治军有方，当即就献上了马匹和坚帛，以示归附。刘林也前来拜访刘秀。刘林也是汉景帝刘瑾的后裔，他的父亲刘元曾做过赵王，所以刘林在邯郸城的根基非常深厚。他给刘秀建议说，现在赤眉军在黄河东岸，你只要掘开黄河，那么黄河之水就能将赤眉军彻底淹没。结果刘秀拒绝了他这个荒唐的想法，继续北上真定，即今天河北省的正定县。刘林被刘秀拒绝后非常生气，接着他就在邯郸城里找到了一个名叫王郎的算卦先生，让他冒充汉成帝刘骜的儿子，并说他的真名其实叫刘子瑜。公元23年12月，刘林率领数百名骑兵攻入邯郸城，接收了赵王宫，同时宣布将改名为刘子瑜的王郎立为汉王朝的正统皇帝，接着便向各郡县发布文告。很快邯郸以北的广大地区都纷纷响应，归顺了王朗。这对于刘秀来说是致命一击。本来他是以大司马的身份来说服和拉拢各郡县归附更始政权的，可现在北方各郡都投靠了王朗，那么刘秀就成为了他们的敌人，要随时面临王朗的绞杀，这对于身处敌境的刘秀来说是万分危险的。于是他决定前往蓟城，即今天的北京市。来到蓟城后，他准备在这里招兵买马，结果他刚到蓟城不久，王朗的招降文告就到了，而且王朗还发出悬赏令，只要有人杀掉刘秀，就能获得10万斛的封赏。刘秀立即让王霸在蓟城招募士兵，准备对抗王朗。然而蓟城的民众仰头大笑，挖苦王霸，令王霸羞惭而归。刘秀连忙与属下商议，大部分人都觉得应该赶快返回洛阳。可耿弇却说，王朗大军是从南面打过来的，应该前往北方。渔阳郡的太守彭宠是南阳人，和你是老乡。上古郡的太守耿况是我的父亲，您只要发动这2个郡，就能有万余骑兵，何惧王朗的兵马呢？可是跟随刘秀的将士们大多都是南方人，并不愿意北行。
正在刘秀犹豫的时候，原广阳王刘家的儿子刘阶在继承发动民众起兵响应王朗，同时王朗派出的使节也到了，城中2000担以下的官吏全都出去迎接了。刘秀闻听后，下令赶紧出城。当他们来到南门的时候，发现城门已经关闭，他们只好斩杀掉守城的士兵，逃了出来。他们不舍昼夜向南驰骋，为了躲避王朗的刀兵，不敢入城，只能风餐露宿。抵达吴楼亭时，天气酷寒，冯异为刘秀盛上了一碗豆粥，暖了暖身体。随后，他们在凛冽的寒风中继续前行，精疲力尽地来到了饶阳城。饶阳即今天河北省的饶阳县东北。人困马乏的他们急需休整，于是刘秀等人便来到了饶阳城下，诈称自己是王朗派来的使节，要进城办事。守城的将士打开城门，将他们带到驿站，并给他们端来了饭菜。然而他们饥渴难耐，狼吞虎咽的样子，立即就引起了驿站官员的猜疑，派人在外面大声地说：“邯郸将军到了。”刘秀的属下顿时就紧张了起来，准备夺门而逃。刘秀却沉稳地回应道：“那就请邯郸将军进来相见吧。”就这样，在彼此的试探之中，刘秀等人总算是有惊无险地饱餐了一顿，然后便离开了饶阳城。此时天气越来越冷，天空竟然还飘起了大雪，他们迎着大雪昼夜奔驰，来到了曲阳城。刘秀正在犹豫要不要进城的时候，探马来报，王朗的追兵马上就要追上了。于是他们只能继续策马狂奔。不多时，探马又报，前面有一条滹沱河挡住了去路，而且河上没有船，都是碎冰，人和马根本就过不去。这真是前进无路，后有追兵，刘秀等人再次陷入了绝境。刘秀为了稳住军心，故作镇静地让王霸亲自前去查看。王霸看过后非常的绝望，但为了不让大家恐慌，他回来后谎报说河面已经结冰，大军完全可以渡河。将士们听后非常高兴，继续前行。神奇的是，当他们来到河边的时候，河水竟然真的结冰了，于是大军顺利地渡过了滹沱河。过河之后，刘秀又迷茫了，他不知道应该再往哪里跑。正在这时，突然走过来一位白衣老者，他告诉刘秀：“你们赶快前往信都吧，距离此处只有80里。”刘秀茅塞顿开，立即率领众人前往信都。信都即今天河北省的冀州市，信都郡的太守任光也是南阳人。当北方各郡都纷纷投靠王朗的时候，任光却不为所动。王朗派使者来劝降任光，结果他把使者都给斩杀了。正当任光忧虑自己要独守孤城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说刘秀来了。任光非常高兴，开门出来迎接刘秀。不多时，和成郡的太守丕同也率领着2000精骑来追随刘秀了。此时大家议论纷纷，多数人都建议让信都的士兵护送刘秀前往长安。可丕同却说，现在官民私汉久矣，所以刘玄和王朗冒充的刘子瑜才可以快速地得到响应。如果你现在回到长安，岂不是白白地失去黄河以北的土地，还大损你的威信吗？刘秀觉得有理，便不打算走了。可他们虽然有了3路大军，但都是几千人的队伍，如果王朗的大军前来，还是无法抵抗的。于是刘秀提议，要不然就先去投奔城头子路或者栗子都吧。城头子路的首领名叫袁岑，字子路，他与刘许在卢县的城头起兵，因此被称为城头子路，拥兵20余万。卢县即今天济南市的长清区。栗子都，东海人，他在今天的山东郯城起兵，拥兵6、7万人。可刘秀的这个提议立即就被任光给否决了。然后他给出的建议是，凭我们现在的实力，确实无法抵挡住王朗，但是我们可以去招募奔命之兵，去攻击周围不服从我们的郡县。同时发布檄文，告诉各地，凡是不开城投降的，一旦城破，我们就允许士兵们任意抢劫财物。这样许多人就会为了贪图财物而来，我们招募士兵就容易多了。最后刘秀同意了任光的建议，并开始制定行动计划。首先他任命任光为左大将军，李忠为右大将军，万修为偏将军，丕同为后大将军。他们4个人分别带着本部人马出城去招募奔命之兵。
所谓奔命之兵，是指在太平年间，朝廷会让各郡举荐一些彪悍善战的猛士，平时享有朝廷的俸禄，一旦国家有难，首先召集的就会是这些人。为了稳定后方，刘秀任命宗广为信都太守，留守信都。之后，任光便给各地发送檄文，檄文中写道：大司马刘秀亲率城头子路和栗子都的100万大军从东方而来，专门讨伐各路的反贼，目的就是借助这些强盗的名号震慑四方。就这样，刘秀便招募到了3万多人，开始向北方挺进，夺取了曲阳。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刘秀决定派遣刘植去招降真定王刘阳。刘阳也是汉景帝刘启的后裔，他拥兵10多万人，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最终在刘植的极力劝说下，刘阳在王朗和刘秀之间选择了刘秀，并且还将自己的外甥女郭圣通嫁给了刘秀。酒宴上，刘阳还亲自击烛助兴。从此之后，刘秀的兵力大增，有了对付王朗的资本。那么，刘秀能否打败王朗，并在河北站稳脚跟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上期我们讲到，刘秀没有听从耿弇的建议，从蓟城出来后就一路向南而去，最后还迎娶了真定王的外甥女郭圣通。而此时，距离他迎娶女神阴丽华才仅仅过去了半年之久。他们走后，耿弇则返回了上古郡。上古郡的治所在今天张家口怀来县小南新堡镇的大古城村。耿弇的父亲耿况是上古郡的太守。回去后，他就请求父亲出兵南下攻打邯郸。然而，他父亲却告诉他，现在并不是我们想不想出兵的问题了，王朗已经派兵北上，准备来攻打上古郡了。这时，上古郡的公曹寇恂建议，可以联合渔阳郡一起反攻王朗。商议决定后，就立即派寇恂出使渔阳郡。渔阳郡的治所在今天北京市密云区十里堡镇的统军庄村。渔阳郡的太守彭宠同意联合，愿派3000骑兵一同前往。于是，寇恂和耿弇便率领着渔阳郡和上古郡的骑兵长驱南下，反攻王朗。很快，他们就拿下了涿郡和中山郡的22个县，一路势如破竹，来到了广阿城，即今天河北省的龙窑县东。在这里，他们终于找到了刘秀，与刘秀合兵一处。接下来的目标便是邯郸城。然而，正当刘秀准备向邯郸挺进的时候，却听说刘玄已经派谢公来围攻邯郸了。此时的刘玄早已不在洛阳了。当刘秀在河北接连失利的时候，刘玄就在将领们的建议下，已经迁都长安了。因此，刘秀不想去邯郸抢攻，亲率大军去攻打巨鹿。结果1个多月都没能将巨鹿城攻下。王朗兵分2路来支援巨鹿，一路去攻打刘秀后方的信都城，一路来驰援巨鹿。刘秀抵挡不住，只能后撤。这时，耿纯建议，与其被王朗大军围攻巨鹿，还不如直接去攻打邯郸城。只要邯郸被攻破，则巨鹿不战而归。公元24年4月，刘秀留下少量的兵力继续攻打巨鹿，而主力大军则由他亲自率领，挺进邯郸，和谢公一起猛攻邯郸城。王朗没想到刘秀会声东击西，来得如此迅速，很快就抵挡不住了，连忙派了一名大臣前来谈判。王朗表示，只要给他封个万户侯，他就愿意投降。结果刘秀连这个条件都不答应，两军只能继续交战，一连又打了20多天。5月1日，邯郸城终于抵挡不住了，王朗的少妇主动开城投降，邯郸沦陷。王朗则趁夜逃跑，被王霸追上后就地给斩首了。至此，王朗的邯郸政权彻底失败，刘秀再次进入了邯郸城。进城后，在检查王朗的府邸时，竟然发现刘秀的很多部将都曾写信给王朗投诚过。刘秀得知后，命人将这些信件全都抬出来，当着众将领的面，一把大火全都给烧了。众将领无不羞愧和感恩。然后，刘秀派人前往长安，向刘玄汇报了北方的战况。可等来的结果却是封刘秀为萧王，让他带领着所有的有功官员立即前往长安。同时命令将黄河以北的所有军队就地解散。另外，幽州州牧、上古郡太守、渔阳郡太守则通通撤换，这让刘秀非常的气愤。当然，他也明白，只要他回到长安，必定又是和大哥刘演
一样的下场。于是他给刘玄上奏说，黄河以北还未彻底平定，所以他暂时还无法回到长安，军队也还不能解散。事实上也是，自从王朗死后，北方混乱的局面不但没有停息，反而是愈演愈烈。此时黄河以北的乱民团伙大大小小的有数十支，人数更是高达数百万之众，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乱作一团。在解决这些乱民之前，刘秀派吴汉去攻打幽州，派耿弇去重新拿回上古郡和渔阳郡。幽州的治所就是蓟县，最出名的便是幽州突骑。很快，刘玄新派来的幽州州牧、渔阳郡和上古郡的太守就被吴汉和耿弇给斩首了。各郡县闻听后，纷纷的派人前来，表示愿听萧王的调遣。接下来便要解决盘踞于此的数支乱民了，包括铜马、高胡、重鞭、大羌、由来等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势力最大的铜马部，他们盘踞在谯县附近，即今天河北省的新集市东。刘秀率军从邯郸出发，前往青阳，即今天的清河县。随后，吴汉拿下幽州后，征调了当地的幽州突骑，也前来与刘秀会合了。这时，铜马部急不可耐地发起了挑战。然而，刘秀却始终扎营不出，大家都不明白他究竟是何用意。1个月之后，刘秀秘密地派了一支兵马，截断了铜马部的粮道。不多时，粮草告急的铜马兵便开始军心动摇了。刘秀趁机发起攻击，铜马部大败后逃走，在逃到馆陶县的时候，彻底将其击溃。这时，高胡部和重鞭部也从东南方向赶来，与铜马部的败兵会合后，向刘秀发起攻击。结果，他们战败后逃走，刘秀率军追击，一直追杀到濮阳山，即今天河北省满城区西边的时候，高胡部和重鞭部也投降了。在这里，数十万部众被刘秀收编，从此关西一带的人都称刘秀为铜马帝。剩下较大的2支还有由来部和大羌部。刘秀率军从元氏县开始追击，一直追到北平，将其击败。这个北平不是今天的北京，而是河北保定的满城区北。随后，刘秀率领轻骑追到顺水北岸的时候，走投无路的乱民发起了反攻，刘秀战败，而且还将刘秀逼到了一处高岸之上。在万分危急之际，刘秀跃身跳下了高岸，致使背部受伤，动弹不得。正在这时，幽州突骑的王峰恰好赶到，救起刘秀，跑进了范阳城，即今天河北省的定兴县。然而刘秀发现，乱兵取胜后却并没有追来，而是跑去了渔阳郡。刘秀采用了陈俊的建议，派人绕到了他们前面，命令各郡县务必坚守城池，不许出城迎战。于是乱兵每到一处，都是城门紧闭，无法抢到粮食。没有了粮草，他们也就没有了作战的力气，也看不到希望，于是就陆续有人开始逃跑。最后还没等刘秀出兵，竟然自己就溃散完了。至此，黄河以北的各种势力都被清剿完毕，各郡县也都归附了刘秀。接下来最大的敌人便是赤眉军了。然而刘秀发现赤眉军根本就没打算理他，而是率军攻入函谷关，去长安城找刘玄去了。刘秀认为赤眉军此次西征必定会吞掉刘玄，所以他必须在赤眉军攻下长安城之前抢占关中的地盘。于是他命令邓禹率领2万精兵进入函谷关，伺机而动。然后他便将矛头转向了洛阳城。至此，刘秀彻底平定了黄河以北的土地。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后来被称为云台28将的功臣们也陆续来到了刘秀的身边，包括功勋第一的邓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岑彭、大树将军冯异以及吴汉、寇寻、耿弇等等。那么接下来刘秀是如何拿下洛阳城的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